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我们刚刚逛了太湖巷和苏州里两个小社区，那我们现在在太湖巷和苏州里边上的一条路上，我们去看一下和太湖巷、苏州里相悖的两个小区——仁义堂和同安居。是同安居。同安居这个巷子呢，是跟对面的苏州里是背靠背的。苏州里那个巷子呢，那个巷子有十几栋打横的房子，打横的房子过来呢，就是同安居了。就是同安居这边原来华人也很多，我听那位老先生说，那现在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还有一块就是这里原来的老式的建筑啊，老式的房子，你像这样的老式的房子都已经扩建了，已经盖成这种相对比较高的房子了。但是这房子现在还是蛮有味道的啊，应该也有很多的华人家庭啊，还保留着原来的习惯。像这种老式的房子都变成了小工厂了。而到这边卖水果的呢，就这样有时候骑着摩托，骑着自行车，啊，来卖当地。哎，您好。前面是同安居的巷子，然后巷子的这边呢，有一个越南小学。而这边是仁义堂，越南许氏中心会。这一座桥呢，是连接着第5郡和第8郡的一座桥。在这不远处呢，就是仁义堂。其实中国人喜欢用一些比较好的词语来形容我们住的地方，比如同安居啊，就是大家一起在这里住着比较平安的房子。然后仁义堂是说明这里的人比较仁义啊，崇尚仁义2个字。然后苏州里太湖巷呢，是江苏比较有名的地名吧，也是一个比较美的词语。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小工厂了，当地的人应该是搬走了。这样就到头了。在刚开始建筑的时候呢，这样的房子是当地的房屋的一个主要的形态，有的楼层比较高一点的，有的楼层比较低。如今呢，因为每家经济条件不一样，经济条件好的呢会把楼房盖得高一点，装修得漂亮一点，而经济条件相对没有那么好的呢，就保持着原来的房屋风貌，或者是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了。同安居是和苏州里背靠背的巷子。
仁义堂是和苏州里是和太湖巷背靠背的巷子。这条街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房子，有着当年的风貌，感觉古色古香。这条巷子呢，还保留着很多原来的老房子、老建筑。由于正是正午时间，所以街上人不是很多。如果到了傍晚时分，太阳落山，街坊邻里都会搬着凳子，在路边喝一杯水，聊聊天，谈谈家常，充满了市井生活的味道。这个小区是在苏州里斜对面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公寓房，我觉得古色古香的，也是当年的建筑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这是老式的民居啊，越南老式的那个公寓楼。这个在太湖巷的斜对面。其实它这种房子，它每一层啊，那个都是复式的，也就是里面都是有阁楼的。这家是卖面包的，家里好多面包啊，应该是做烧烤的吧。这楼上的居民啊，摩托车停了很多。这里是应该一个学校，小幼儿园吧。我和杰哥在这儿喝一杯柠檬水。在越南的饮食里面啊，这个柠檬啊是调酸味的一个主要的原料。他们调酸味呢，有柠檬和那个菠萝。和中国不同，中国是用醋，山西的老陈醋啊，或者是镇江的恒顺的香醋，而在越南呢，几乎是没有人会买醋的，都是用柠檬和菠萝来调这个酸味，纯天然的绿色健康。今天老魏带大家逛了太湖巷、苏州里、同安居、仁义堂几个巷子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是在越南的老魏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。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。